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今天呢，我将给大家讲一讲本世纪最荒唐、对世界影响最大但是收效最小的政策——夏时制。夏时制呢，在不同国家称谓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称夏令时或者日光节约时间。实际上它是一种在夏季的时候，因为日出或者太阳升起时间提早了，国家呢将时间调快的这种做法。它的基本的目的呢是有充分利用季节性的阳光，也就是太阳光了，来节约能源。通常使用夏时制的地区呢，会在接近春季开始的时候，也就是3月份，将时间呢把它调快1个小时，并在秋季呢，一般是在10月底呢，再把它调回正常的时间。英国呢，在2021年夏令时间呢，它是开始于3月28日上个周末呢，早上1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起源呢是1895年的时候，也就是126年前，新西兰昆虫学家乔治·哈德森他提出了这个夏时制的概念。1908年7月1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个耶瑟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夏时制的城市。1916年4月呢，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首次在全国实施夏时制。它当时是为了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节约能源。后来呢，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经实行过夏时制，而美国呢是在1918年首度实行。在70年代，由于美洲啦、欧洲啦地区受到了能源危机，非常有名的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时因为这种情况，很多国家开始广泛的实行了夏时制。中国呢1986年实行，然后呢1992年就把这个夏时制呢给它暂停了。夏时的优点有什么呢？实际上夏时制的支持者一般都认为呢，大多数人呢比较喜欢白天长一点，晚上短一点。另外认为呢，夏时制呢可以减少照明所用的电，从而减少着能源消耗。实际上这个节能方面的这个效果呢，争议非常大。有人认为其实一点都不会节能。实际上夏令时呢给人带的最大的受益呢，并不是因为节能。有些认为呢，延长民众这个下班以后活动时间，有可能会刺激消费。所以说不少零售商呢对夏时制呢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人建议呢，夏时制对患有夜盲症的人来讲呢，可能会带来方便。因为夜盲症的人呢是在这个光线微弱的时候，或者在晚上呢，他要么看不清东西，要么就看不到东西。但是也有人建议这个用处不太大。夏时制的缺点有什么？缺点多了。首先，夏时制转换呢，让报时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并且会扰乱交通、生产、科研、会议安排、旅行计费、记录保存。另外，医疗设备、重型设备它本身有时间，对吧？还有人们的这个睡眠的模式都会受到影响。尽管计算机呢有时候可以自动调时，但是很多都要手动的。另外，我们每个人呢就不得不每年要倒2次时差，尽管1个小时，但是还是有区别的。例如，本来呢你早上7点钟起床，8点钟开车到单位，9点钟上班。那么调完夏时制以后，你不得不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7点钟开车到单位，8点钟上班，也就相当于这个原来的9点了。同时，这个夏令时呢打扰了人体的正常的生理这个生物钟了。另外呢，夏天这个晚上比较炎热，睡觉不好，早上呢天气凉快，睡觉好一点，那么你不得不早上起床，这样呢你实际上睡眠时间要缩短，睡眠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样你上班了、上学了，无精打采的，影响工作效率。另外呢，有些司机开车呢睡眠不好，那么就这个车祸增加，对吧？另外，因为这个休息的问题呢，诱发心脏病啊，引起病人的这个抑郁症，还有白天时间过长，皮肤癌有可能增多。实际上，这个夏时制呢，它的优点很少，但是缺点呢反倒很多。另外，农作物你改完夏时制，农作物的生长，另外这个畜牧包括动物的它这种喂养啊，它的休息了，它不会按照这种时差了，它会按照这种自然的。另外，有人认为呢，所谓的节能呢，实际上是得不偿失。日光充足的地区，夏时制导致办公场所内空调的使用反倒上升了。这样空调的使用反倒浪费电，因为傍晚的时候延长呢，人们在下班之后呢，你可能有很多户外活动，去购物也好，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也好，这些都是要消耗能源的。
包括你要开车、燃烧汽油、室内的冷气供应等等。夏时制实际上呢，增加了能源的消耗，而不是减少了能源的消耗。另外，高纬度地区，例如冰岛、努纳福特，另外呢，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你对时间的操控，实际上对人的正常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另外的低纬度地区，例如赤道区，夏时制的作用根本没有。人为的延长这种时间呢，反倒有可能会增加能源的消耗。你每天呢说节约的这种灯光的呢，不能弥补那种空调的用电量。比起全国范围的调整时间呢，实际上有人建议让每个单位自己去调整上班时间，不需要改变国家的夏时制这时间。你就说我们单位从下个月开始早上8点上班就是了，对不对？不需要调整，这反倒更加灵活一点。还有呢，因为夏时制这种时间的改变，引起了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例如呢，其中有一个1999年9月呢，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呢，它仍然是夏令时，但是以色列呢，它已经恢复成标准时间了。那么西岸地区的恐怖分子呢，他制作了定时炸弹，然后运过边境，交给了在以色列境内的同伙。这些同伙呢，引爆的时候这个时间错了，因为他早了1个小时。这时候呢，正在安放的过程中，这个炸弹就爆炸了。所以说呢，他的这3名恐怖分子被炸身亡。原定他打算袭击2辆公共汽车的乘客，那么这些乘客呢，反倒逃过一劫。另外呢，对于双胞胎来讲呢，也有可能造成一些错误。例如呢，双胞胎出生的时候遇上夏时制，那么双胞胎实际上出生日期呢和记录上的出生时间呢就可能不一致。特别是在秋季呢，调回标准时间的过程中，如果一个婴儿在凌晨，例如1点55分出生，他的弟弟或者妹妹呢比他晚了10分钟，那么他的弟弟妹妹出生时间呢反倒写的是早上1点05，而不是2点05，所以说这呢就会出现问题。下面呢，我用这张图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大家可以看见，这是世界地图啊，中间这个地方呢是赤道，这个红线。那么另外呢，上面这条线呢是北极圈，下边这条线呢是南极圈。这条线呢在这里是北回归线，然后呢下边这条线是南回归线。什么是北回归线呢？也就是说，北回归线就是太阳在北半球它能够垂直照到的地方，也就是从这个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之间呢，太阳一直是可以垂直照射到这个区域的。那么从北回归线以北，南回归线以南呢，太阳就不能直射到，所以说它就会出现这个太阳升起和降落时间的这些差别。另外，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画一个中线的话，那么就把这一块呢分成2个区域，因为下边这颗区域呢和北回归线以下呢非常接近，也就是说你夏时制改变以后对这个区域的影响比较小。那么上面这个区域呢，这个影响就比较大。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南边也画一条中线的话，那么也就是这个区域的影响呢有可能不大，因为它比较接近这个南回归线了。但是这下面这个区域，包括这个南极呢，它的那个时间的变化呢，影响就可能比较大。这张图呢，主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到目前为止全球呢实施夏时制的一些国家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呢，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实施北半球夏令时间的国家，大家看美国、加拿大、这个格陵兰，另外呢上面的北欧的国家，还有欧洲大部分国家，这地方还有伊朗啦，还有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地方，实行的夏时制。那么这个棕色的部分实施南半球夏令的时间，大家看这个南美洲有几个国家实施了，另外呢还有这边呢澳大利亚非常有意思，它最南边的有2个州实施了，还有新西兰它实施的。那么还有这些灰色的，浅灰色的是什么？浅灰色是它曾经试用过这个夏时制，后来呢就取消掉了。所以说这些呢很多国家，包括这个很多南美的国家啦，南非了，还有北非的一些国家，另外还有中国当时也曾经实施过，还有印度，大家看俄罗斯也试过，但是后来呢就取消掉了。
还有呢，就是这个深灰色的，就是从来就没有试过夏令时的。大家看深灰色呢，主要是哪些国家呢？主要是在这个赤道区，对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在赤道的这些周围的区域呢，这个太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到这些地方，它不存在一个角度的问题，所以说实际上呢，改这个夏令时以后呢，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家看这些区域呢，他们都非常按照这个科学，他们没有跟风，所以说没有改变成夏时制，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地方呢，像我刚才给大家解释，这个红色的区域，也就是日光可以直接照射到的地方，也就是围绕着赤道区，在北回归线、南回归线之间，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原则上你不应该实行夏时制，因为一点用没有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仍然有些国家呢，在这个区域实行了夏时制，包括上边的墨西哥，还有这个古巴，它都曾经实行过夏时制。从科学的这个观点来讲，这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对吧？那么刚才我给大家讲呢，如果说你看看这个黄色的区，也就是北回归线以北和南回归线以南这个缓冲的地带呢，这个地方要按理说呢，是你也可以实行，也可以不实行，对吧？因为它呢，实际上这个区呢，虽然说是可以实行，可以不实行，但实际上呢，你实行的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它非常接近这个太阳直射的区域。所以说在这个区域呢，大家可以看，这中国了、北非一些国家呢，过去曾经试过，但是后来呢，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就取消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这些国家呢，还包括美国，它仍然实行夏时制。实际上呢，在这个黄色区域的，他们实行夏时制呢，效果并不是那么好。从理论上讲呢，上面这个蓝色的区域，也就是我们讲的这高纬度地区呢，它呢实行夏时制，理论上来讲，有可能有一些好的效果，包括这个南极了这些区域，因为这地方大陆比较少了，所以说，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这两个区域呢，实行夏时制，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有效，但实际上也不行。我后面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呢，我是以英国作为一个例子呢，然后呢，英国伦敦它每个月的日出日落的时间和夏时制的情况，这上面呢是这个24小时，然后左边呢是12个月。大家可以看，一般来讲是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这是这条线。大家可以看每天早上这个日出的时间呢，从元月份开始，它早上8点左右，然后呢逐渐到3月份呢就是6点多，然后呢到5点多、4点多，到6、7月份的时候，早上天就亮了。然后呢，逐入渐渐，这个太阳升起的时间呢，逐入渐渐之后，直到呢12月份又回到了大概8点左右，这是它太阳升起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实际上给你9点钟上班、8点钟上班影响是不大的，对吧？那么咱看看日落的时间，这边呢是日落的时间，从元月份呢下午大概4点钟，这天就黑了，逐入渐渐呢日落时间延长。大家可以看呢，到我们所说的改变夏时制的3月底的时候呢，实际上晚上呢我们要到快8点天才黑，对吧？然后逐入渐渐到9点是9点半天才黑。在这是7、8月份、7月份以后呢，然后逐入渐渐呢，这个太阳落山呢会提前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10月底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下午5点天就黑了，然后呢接着进行，直到后来呢下午4点天就黑了。所以说从这个大家可以看呢，如果说你是下午5点下班的话，也就是只有元月份和2月份这天已经黑了，另外呢还有11月份和12月份天已经黑了，中间这一段呢天是不黑的。所以说你看我这个绿线呢是说明这个时间，就是执行的时间。大家看这个元月份到3月底呢是正常的时间，我们是9点上班，这个没有受影响。但是呢到这个3月底的时候呢，调完夏时制以后，就是时间呢8点钟相当于9点，所以说如果说我还要9点去上班，就相当于8点这条线去上班。大家可以看，这仍然都在这个太阳日出之后，对吧？这是它原来的理论，我把它提前了。它提前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后边这个
大家看我下班的时间，本来是下午5点下班，这时候元月份、2月份天已经黑了，对吧？哎，我到3月份改时间，改成相当于原来的4点下班，实际上是5点了，4点下班，夏时日的5点。大家可以看这个改动呢，对这个2个角上是一点影响没有的，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地方提前1个小时，并不是因为你提前了以后本来是晚上，那么你现在是白天了，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提前这个时间的夏时制是完全错误的，一点效果没有。唯一一点效果就这地方，在10月底的大概有10天左右，有可能本来如果不改，哎，这10天你下班的时候5点钟天已经黑了，改了以后呢天不黑，但是也就是这10几天有需要。所以说你改了这几个月，从3月底到10月底，对吧？总共是7个月时间，实际上只有10天时间是管用的。所以说从这个地图呢，大家都可以看非常明显。那么实际上很多国家呢改变这个夏时制都是劳民伤财，有人说呢是掩耳盗铃，你感觉到哎我这一改呢就省了时间，其实没有，一点用没有，反倒它的缺点非常多。另外呢，就我讲呢，在这个高纬度地区呢，哎，你还可以说啊有可能会有用，但是在这个像美国啦、像伊朗啦、以色列这些在中纬度地区的，你还实行什么夏时制，实际上是一点理由是没有的，一点不符合科学的道理。你通过这样的分析呢，我个人建议这个夏时制实际上都是可以取消的，包括一些高纬度国家。那么欧洲国家、英国、美国这些国家都是应该取消夏时制的。那么将来有时间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改这个时间能够真正的应用到阳光。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